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杰23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秦23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3年恋爱了是吧？对，3年了。啊，是同学？高中同学，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就是高考之后，我们就是决定在一起了。哦，高中同学啊。问个问题啊，这个情侣默契度的考验，他是哪年生的？他是95年。他是哪年生的？95年。他是几月的？8月。他是几月的？8月。他是几号的？5号。他是几号的？5号。同年同月同日生啊！你看世间就有这么巧的事情，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你们读高中的时候知道吗？知道，就是后来慢慢认识了，然后就知道了。哦，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就彼此就心生好感了？那个时候就他理科不是很好，然后就向我请教物理题，然后就教他，然后慢慢的时间长了认识了，然后就知道了这件事。后来就读大学就在一起了是吗？对。是在一所学校吗？不是在一所学校。其实当时我可以跟他去一所学校的，是因为当初他的父母的原因，就是他爸妈挺不喜欢我的吧。然后当时我跟他已经决定好了要去北方的，我俩也已经说好了，说我们一起去北方闯一下子。但最后当时他爸妈就是说跟他分析一下，说不要被他蛊惑了，你就离家近一点。我当时我就已经填完了，他偷偷改了，而没跟我说。当时我就觉得他挺没有责任，挺没有担当的。你说我们都已经说好了，那就算要改，你也应该跟我说一下子。那最后我改完了都没跟我说我觉得挺生气的所以大学你在哪儿读的？大学我在吉林读的。那你呢？我在襄阳。然后就大学就异地了是吧？对，大学就异地了然后这异地是怎么保持你们的爱情热度的呢？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通过那个 QQ 手机电话、打电话呀之间就是联系，然后每天都视频会彼此去看对方吗？在这3年中，我无数次的去看过他，只要我身上就是有点钱，我就去看着他。但在这3年中，他一次都没有看过我。出事了就是我担着，就是我一直在为他付出，他一直没有为我付出什么。你们读大学出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大学的时候，他跟他室友玩游戏嘛，玩游戏最后他把他室友手机摔坏了，那水也挺贵的，他也赔不起，他1月也就1000多块钱生活费，他也没敢跟他家里人说嘛。然后当时给我打电话，当时我在那个吉林那边嘛，我是自己做兼职，然后我平时一个人也挺节省的，我就把我自己就是省下来钱，我全部二话没说给他打过去了。到事后他也没说表什么态什么的，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就觉得他挺没有担当，挺没有责任的。当时是把室友手机摔坏了，然后不好意思跟家里说，然后想她是我女朋友嘛，然后又知道她在兼职打工，有可能存了一点钱，就跟她先借过来应个急用一用，然后以后我存的钱准备还给她，然后后来就没存住，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件事。不了了之了现在是怎么了？现在是你是要毕业了是吧？对，我要毕业了，然后打算去那个深圳那边，因为我是一个专科毕业的我的那个堂哥呀，他在深圳那边有好的发展，他可以带我。我就想到他家里本来就不喜欢我，我就想让他毕业跟我一起去深圳发展。然后我在深圳那边吧，我也让我堂哥就是帮他找了一下合适他的职位。你什么时候毕业呀？我先大4。你还有1年呢是吧？对，还1年。等于你要先工作了。对，我就已经要先工作了。我打算说让他跟我一起去深圳，就是发展嘛。当时我跟他谈，他就直接给我一份分手信，就让我跟他分手。就因为嘛，我是准备毕业留在武汉嘛，我家是湖北的嘛，留在武汉工作的话就离家近，我家里就我一个独子，就方便照顾父母一些嘛，然后回家什么的也方便，我就不可能跟着他去深圳啊，我爸妈肯定不同意啊。所以我就以后的发展方向不同，他去深圳，我去武汉呢，就不可能一直这样耗着呀，一直异地恋呢。那你从来只考虑你父母的感受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这3年来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？姑娘有没有考虑过？算了，咱们去武汉工作因为我是个专科嘛，我学的是计算机。去武汉那边，其实就是我也找过，
找的真的挺多，也面试过挺多的，都没有合适我的工作。但是我想着吧，就是深圳那边嘛，就是像我这种学计算机的，就是有发展一些嘛，不是？然后而且我堂哥还已经在那儿已经落脚了，他可以给我提供好的职位、好的机会。啊，他要留在武汉还分吗？留在武汉的话，还可以考虑一下。可以考虑一下。其实也没那么爱他，对吧？时间长了，然后异地长时间异地恋，然后感情慢慢的淡了一点吧。这什么时候就觉得你们俩走不下去了？今天咱们都把话都说清楚嘛啊！就有一次他发烧啊，让我去看他，但是我跟他隔那么远，我不可能当时就飞过去啊，所以我就只能在电话里面安慰他呀，就是说让他多喝水啊，然后注意一下呀。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就应该对我有点担当，有点责任。当时你生病时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你那天重感冒，再说躺了2天，是我这家话没说，就算我没钱，我是借室友的钱买车票过来照顾你的。现在我生病了，一个人在医院打着点滴，没人给我送水，没人给我送饭，你直接告诉我啊，好好睡觉啊，好好休息，有用吗？我那时候特别需要一个依靠，你在吗？哎，女生，我问问啊，其实打高中毕业之后，按照你的说法，你的男朋友就听他父母的，没考虑你，偷偷的就改了这个志愿。对啊，你就觉得他没担当。改志愿其实也考虑过的，因为我的分数不是特别高，就刚刚过那个2本线1点。我去北方的话，因为北方在湖北录的人比较少，刚开始是想着我跟他刚刚确定那样关系嘛，然后想的是去北方怎么开心啊玩啊，就是想着大学的美好时光。但是呢，回来跟爸妈一说，爸妈说你这分数去北方不一定录得上，有可能还掉档，掉档的话就掉到3本的话那划不来，所以然后我就听爸妈的就改了，然后当时也不好意思就跟他说，因为他也蛮喜欢那个地方的，然后就我想着他，所以我问题其实很简单嘛，就不管他有万般理由，会吧？对。结果是他没有信守承诺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是选择了跟他在一起，对吧？对，我还选。这3年我为你付出了很多，对，你觉得值吗？我是一个比较死心眼的人吧，就是我一旦付出了，我就是身边人很多也劝我，但是我就是改不过来。我明明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我觉得我喜欢他，我就是改不过来。我也想过改过，我觉得这样的人我不值得为他付出，我也应该就是放我自己。但是我感觉我付出了，我就是要很难才能就是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。所以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？就是我现在不是毕业了嘛，我只是想让他就是毕业之后跟我去深圳发展。他如果不去呢？不去的话，可能我只需要他说出让我死心的话。他不是已经给你写分手信了吗？就是说分手信写的还不够死心是吧？那分手信不是他给我写的。谁写的呢？是他爸妈。不是你写的？是我爸妈让我写的，因为他现在不是，到底是你爸妈让你写的，还是你爸妈写的？让我写的。然后是你写的是吧？那不就是他写的吗？我怎么说呢？3年的感情了，在这3年中有事了，从来没说站出来为我说话，一个劲儿考虑他父母，没考虑过我的感受。我就觉得他连直面我们的勇气都没有。对呀。我就觉得他对我太不负责任了。对呀。那你要怎样呢？现在我就想让他挣脱他爸妈的那个想法，然后就是勇敢的直面我跟他之间的感情。我帮你直面他一下啊。想分手是你爸妈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？说实话。说实话，别找人给你背锅，是你的想法还是你爸妈的想法？都有吧。都有吧。对，因为谁的多呀？我的多。这是他的多吗？这事儿你真是。来，接着问你啊，改志愿，你爸妈一说你就松动了吧？对，因为我也想了一下嘛，因为我上大学是为了以后嘛，不是为了谈恋爱去的嘛。对呀，你看，我接着再帮你问啊，女生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这3年，你认真考虑过你们的未来吗？
我本来想的是，他毕业了之后，然后让他去武汉或者去湖北那工作，然后。好，现在我问你，他去了武汉，你一定娶她吗？看见了啊，他爸妈可不在啊。这意味着就是不一定娶她，对不对？其实没人要逼你说一定要跟她怎么样，但是你要坦诚的跟人姑娘说呀。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你，我不爱你，或者我已经不再爱你了，你非要说我爸妈不让我跟你好，那姑娘是难受啊，是吧？我3年这付出好歹得句真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就是要真话的，对吧？对。啊，你觉得这3年都是他父母在做梗吗？我觉得3年都是他父母在他的身后一直说。你傻呀？你怎么知道他父母不喜欢你的呀？他自己跟我说过，因为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，公开的时候嘛，他跟他爸妈说，他说你去见过他父母啊？见过1次啊，然后呢？等我走了之后，他妈就是跟他说的，说我不太喜欢这姑娘，可能嫌弃我就是个专科的吧。啊，我好不容易我培养个儿子，培养是个2本的，以后可不能找个专科的。这是跟你说的？他妈妈对他说的。哦，独子哈。对，得担负起对父母的责任。考大学是自己的前途，对吧？女朋友这件事儿完全可以功成名就再说，对不对？毕业之后也可以吗？为啥就舍不得她呀？这对你也不咋好呀。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，比较感性的人，就是高中那几年，从高1开始就跟他认识嘛。我的理科成绩不是一直都是不好，然后他就一直就辅导我3年。然后我们还是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嘛。他对我辅导题的时候特别细心。对，然后各方面就是细节上面的，比如说我中午不回家吃饭呢，他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回来的时候可能就给我买点那个面包啥的，就让我吃啥的。就他教了你3年。对。他关心了你3年。对。有些时候这可能也不叫爱情，懵懂嘛，初恋嘛，懵懂嘛。你今天最好把话跟姑娘说清楚，好吗？女生也不要背那么重的包袱啊。但是我也知道，你要是能想得明白，你就不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事儿道理你都懂，但就是到真做的时候，怎么就说不出分手，就想拽着她。我这3年的青春，谁对我负责？是这想法吧？对。啊，听听老师怎么帮他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谢谢2位给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啊。我觉得女孩在哭诉啊，在动情的掉眼泪的过程中，我脑子里一直在回想一首歌，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。我觉得女孩刚才说了一句打到我心里的话，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。你现在的所有的痛苦的源泉，是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分别的清楚爱跟喜欢跟习惯之间的区别。爱情是不能勉强的，你现在所有的不放手都来自于不甘心，但是不甘心那个不是爱情的基础。爱情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我个人认为爱情最重要的，尤其是像你这么重感情的性格，爱情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标准，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，你是否成长并且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己。男孩，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，这是我们的权利啊，也是我们的天性。我喜欢他，我就要告诉他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不喜欢他，内心对他没有爱，也不要用习惯去捆绑自己。不喜欢不爱了就说出来，解脱的其实是你自己。喜欢就在一起，不喜欢当机立断。因为你们年纪太小了嘛，所有的眼泪都是正常的，但是在哭过、笑过、爱过、痛过之后，静下来一个人想一想，我成长了什么，我收获了什么，这个是你们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事情，好吗？加油啊，加油！姑娘，你也不用哭，有些男人就是这样，没有责任，没有担当。但是你千万别说你骗了我，其实他也没有骗你，他用他所有冷漠的行为，分明早已经告诉你，他没有那么喜欢你。但是你呢，一直在内心当中把他想象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。
也就是那3年每天教你做题的时候的那个样子。你刚才一直重复说你是个重感情的人，我发现有很多重感情的人很容易把别人想象成自己内心的那个样子，而事实并不是。我的前半生当中，薛珍珠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，很多女人就是死在了以为男人可以改变，但其实有些男人是改变不了的。你以为你执着的付出，冰山会融化，石头会捂热，我告诉你，有一类男人是捂不热的。所以当你发现这个人是这样的时候，如果你还重感情，那我认为你就不是重感情的，你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我认为真正重感情的人，他重的那种感情是彼此共同的浇灌，他珍惜的是彼此共同互动的岁月，而不是单方面的。男生，其实我对你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？你觉得这个女生对你好吗？好。是不是除了你母亲之外对你最好的女生？那么既然对你这么热情似火，这么长情的一个女人，居然不能触动你，就不能让你热起来。生活当中我最害怕一类人，他们的生活过得平平稳稳，他们不愿意去付出，更多的是考虑我走得稳不稳。就像你的改专业、改学校等等等等，的确你将来的生活会一路平稳。人这一辈子总应该为几个人掉过泪，总为几个人伤过心，或者是被伤过，否则人生有什么意义？活得麻木不仁是人生最大的悲哀，你觉得呢？你永远记住，有一个这样的女生曾经爱过你，她也教会了你，有的时候得活得有点人情味儿。老是说同年同月同日生是吧？不要老是重复这样的巧合。很多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夫妻，好好的过了一辈子。所以什么时候生的不重要，最关键的是我们是否彻彻底底的为对方爱过，感受到过。如果有，这辈子不白活；如果没有，那就是白过了。就这样。确实，一个人什么都不能感受和感知，挺悲哀的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也许就没有遇到那个他愿意为他燃烧的人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把今天当成一个成长的课堂。男生学会感受世间的美好，感受爱。没有爱的时候，大胆的说，不要辜负别人。女生，生活学会放手，其实是挺美的一件事情。老攥着也挺累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这段时间我其实都明白你，可能我应该放下你吧，也应该放我自己走。你是一个好女孩，我知道，我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吧。3年的感情，再见。我却是最傻，请给我无权选择，紧紧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也怕还有来生。我爱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关门吧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看。